去年我们评测过荣耀50、Magic 3 Pro， 但说实话，这两款机子就当时的表现来看都不咋地，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长得像华为 P 系列、Mate 系列，但核心体验差距明显。而今年 Magic 4作为中杯机型，它的整体配置规格相比去年是有了很大进步，比如说有潜望式长焦、XO 马达、红外、4800毫安时电池，在上半年很多8件一旗舰机体摆烂的大环境下，反而显得比较全面。而对比 Pro 版的药丸挖草，这一次标准版的颜值还更高些。那么 Magic 4的综合体验能否做到真旗舰水准？离开华为1年多，荣耀进步有多少？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测一测。去年评测 Magic 3 Pro 的时候，我们说过，虽然说设计和 Mate 40 Pro 相似，但是质感和协调性方面 ，Mate 40 Pro 呢要明显好很多。主要原因还是 Magic 3 Pro 这个相机模组有一圈廉价的塑料包裹条，而这次 Magic 4呢终于是去掉了，用了2圈金属 CNC 切边阶梯式过渡，并且后盖和中控的衔接比较顺滑，不像去年 Magic 3 Pro 那样存在明显的错落感，握持手感和整机精致度呢上来一截。我们买到的是白色版本，后盖做了一层反射率比较高的镀膜，颜色呢偏暖，不像 Magic 3 Pro 和 Mate 40 Pro 白的那么纯粹。正面是中置挖孔加大曲率曲面屏，视觉边框很窄，但是屏幕左右两侧会有明显的视觉色偏。屏幕二角和机身呢并没有很好的呼应，看起来像2个凸起的小耳朵。重量方面，裸机实测重量呢是202克，在4800毫安时电池加潜望式长焦的对料下，身材控制还是相对合理的，质感呢也是符合旗舰定位。那么问题来了，满分10分的话，大家会给 Magic 4的外观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马达的震感相比上一代 Magic 3 Pro 呢扎实了一些，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指纹还是短焦方案，因为位置比较靠下，随手解锁都需要调整一下手姿才行。根据网上的反馈，Magic 4的屏幕供应商是京东方和维信诺2家混用。我们手上这台，根据错误报告来看呢，是来自于京东方的。子像素排列不再是之前的小黄鸭，而是采用了类钻排，分辨率呢是2664×1224。实际文字的显示精细度介于三星2K 屏和1080p 之间，并且这次白底画面的通透度不错，拉低亮度后呢也没啥麻布感。比较惊喜的还是亮度方面，我们手上这台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1017尼特，好家伙，这都比肩三星 E5 屏幕的分值亮度了。当然亮度差呢略高，为79尼特。可视角度的表现还是差了一些，表现呢和三星 E5 有点类似，倾斜45度左右，上半屏或者下半屏会出现偏蓝绿色，这也导致 Magic 4左右两侧弯折部分的这个视觉色偏是比较明显的。色准方面，默认覆盖 99.8% 的 sRGB， 86.4% 的 P3， 平均色彩偏离值呢是 2.4， 标准模式则是可以做到平均 1.3， 色准表现呢也不错。这块屏幕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55尼特以上是 DC 调光，55尼特以下是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非常友好。毕竟今年一大票三星 E5 高刷屏幕，要么呢是没有 DC 调光，要么呢就是假 DC。综合来说 ，Magic 4上这块 BOA 屏幕应该是目前所有国产 OLED 屏幕里面表现最好的一个。虽然说距离三星 2K E4 屏幕综合显示效果呢还有差距，但是进步很大，值得肯定。从宣传上来看，这块屏幕也是支持 LTPO 的。就 Magic 4的高刷体验上来说，也是 LTPO 的个计谋。比如说，用户默认到手的智能刷新率，30款常用 App 有18款呢锁了60赫兹，整个系统能够体验到120赫兹的场景，只有电话、短信、联系人和文件管理，连桌面滑动都是90赫兹的。默认的智能刷新率基本呢也是智障刷新率。开启120赫兹模式之后，30款常用 App 锁了8款，视频类呢 B 站最高是90赫兹，其他视频 App 依然是锁60赫兹。并没有利用好 LTPO 特性，针对视频 App 呢做好刷新率自适应。看过之前8件一横屏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今年大多数8件一机型的性能调度都很松，日常流畅度表现甚至呢还不如上一代888。那么荣耀 Magic 4的表现到底咋样呢？性能模式下 Geekbench 5单核多核成绩呢是1200加和3200加，但是关闭性能模式只能跑到单核550加，多核2300加。用 JBenchmark 测试呢也是这个成绩不过关闭性能模式之后跑分过程中大核呢只有 1.3G 赫兹左右，所以说这个成绩呢其实没啥参考意义。直接来看下处理器的日常调度，默认情况下 Magic 4程序打开加载环节，中核呢可以飙到 2.4G 赫兹，大核呢则是 2.6G 赫兹，而程序内的所有操作基本都是中核最高 2.2G 赫兹，大核呢最高是 2.0G 赫兹。应用内的性能调度和小米12系列呢是差不多的。日常的多任务切换动画比较丝滑，微博、酷安这类应用内的流畅度呢其实优化的也还不错，部分应用主观感受上还是挺流畅的。但是在 B 站信息流、小黄鱼的信息流以及网易云、京东等一些子页面就会出现明显的掉帧了。而且这个机子温控限制呢也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玩王者荣耀10分钟切出来，机身温度不高，但是日常应用的 CPU 频率会进一步限制，导致流畅度呢进一步降低。打开性能模式之后，部分应用呢可以让处理器飙到最高频率，比如说酷安这种，但是也有很多程序内的处理器调度和默认差不多，比
比如说 B 站、微博这种。性能模式下，日常的体感温度呢也会更高点。游戏方面，王者荣耀 1080P 90帧模式，平均呢是89.2帧，帧率稳定性呢还不错，整机功耗呢只有3.4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1.4度。不过游戏画面呢还是挺模糊的，基本呢就是和其他机型开 720P 的效果差不多，依然是强制降分辨率。原神最高画质平均呢是54.4帧，整机功耗只有5.5瓦。看这个性能和功耗数据其实挺不错了，但是游戏画面呢还是模糊。但是关闭抗锯齿鼠毛，它又不降分辨率啊，看来还是和去年 Magic 3 Pro 的操作一样，所以我们又在关闭抗锯齿的状态下跑了一轮，平均呢是53.3帧，但是整机功耗呢是5.8瓦，机身发热也变得更大了一些，大概是48度左右。另外，白底画面固定200尼特的情况下，进入游戏呢会直接降到180尼特，游戏过程中没再继续往下降。所以游戏环节 Magic 4依然是通过强制降分辨率来降低功耗，提升流畅度。当然，看过我们之前那期8建议性能横屏的小伙伴也都知道，今年8建议机型游戏降分辨率也不是啥新鲜事了啊，小米、一加、realme 呢也都有降。但是大米还是原来的观点，任何通过强制降分辨率来提升游戏体验的操作其实都挺扯的。游戏用什么分辨率，我可以自己在游戏中去设置，不需要手机厂商来强制帮我限定用哪个。续航方面，300尼特5G 加 WiFi 混合续航测试，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04分，续航表现相比2K 屏的8建议机型呢要更好啊。当然，它的1小时王者荣耀测试也是降画质，所以说也存在一定水分。充电速度方面 ，Magic 4呢支持66瓦有线随机附赠充电器。实测15分钟充入电量呢是7.8瓦时，横向对比 OVM 的65瓦加级别快充，荣耀的这个66瓦确实慢了些，完整充满耗时呢是47分钟。相机方面 ，Magic 4主摄传感器呢是 IMX766，不过这次标准版和 Pro 版主摄呢都是没有光学防抖的。日常呈现的风格上，整体呢偏鲜亮，有些场景看起来更讨好眼球，但也有部分场景自动测光呢容易出现过曝，导致整个画面看起来呢会有些泛白，尤其是在拍摄一些花花草草的时候。P50 Pro 整体的曝光以及色彩更接近肉眼所见。不过 Magic 4 HDR 效果表现比较稳定，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大多数场景下都有不错的动态范围表现。夜景环节、灯箱较多的场景里面，也能够较好的还原高光部分细节。因为没有光学防抖，晚上拍摄的样张小图观感呢还不错，但是放大看整体画面看起来会比较肉，暗部存在比较明显的涂抹，成片率相比有光学防抖的机子要略差些。5倍潜望式长焦式800万像素，白天光线良好的情况下，解析力不错，尤其是上半年这波8建议机型集体砍长焦的情况下，可以算是一个优势卖点。当然，因为是小底方案，在5倍之后的变焦画质上和大底长焦机型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差距的。超广角是1300万像素，整体的素质一般，日常拍摄动态范围不错，甚至要好于 P50 Pro， 但是细节表现较差。目前 Magic 4拍照最大的不足，但我们觉得还是取景框画质体验太差。一方面呢是取景框预染画面会有卡顿感，不流畅。另外呢，就是很多场景预染画面和实拍差距太大，有的是预染颜色明显不一样，有的是预染画面明显过曝，和 P50 Pro 的预染画面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着实是影响拍摄体验。希望后续更新能够尽快解决一下。Magic UI 6.0 可以说是深得鸿蒙真传，大文件夹、上滑小组件、过渡动画呢都照搬过来了。当然细节上还是会有些差异，比如说 Magic UI 6.0 小组件关闭动画呢是没有动画轨迹的，大文件打开的动画关闭也比较生硬。系统的功能性上升级不算大，控制中心这一块 Magic UI 呢还是沿用了之前的2段式下拉设计。荣耀和华为的设备可以相互传输文件多屏协同呢都没啥问题。不过因为没有鸿蒙的超级终端，设备互联交互体验上稍微差些。OK， 那么简单小结一波 ，Magic 4虽然说模组设计没啥变化，但是整体的做工以及精致度相比去年的 Magic 3系列上了一个档次。硬件方面，短焦指纹和无线充电的缺失呢是2个主要短板，其他方面的配置作为中杯机型其实还是挺均衡的。过去的短板屏幕部分，现在呢反倒成了一个优势。参考同样是中杯的 Find X5，用的还是小黄鸭牌的 1080P 屏幕。小米12的华星光电 1080P OLED 的屏幕素质也是不如 Magic 4的。拍照表现符合预期，拍摄体验比较差急需改进。有5倍长焦呢是个亮点，但火龙拉垮导致的核心体验不行，依旧是无解虽然说手机厂商喜欢吹驯龙，但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测试之后，大家也都明白了。8建议机型所谓的驯龙，无非还是降频锁帧、降分辨率、降亮度这些。买个新旗舰玩王者荣耀体验还不如2000元的870就挺尴尬。所以购买建议上还是原来的观点，8建议机型首发价格都不会推荐大家购买，可以等618跳水价看看，或者等下半年的新旗舰再看看。毕竟夏天快到了，手机厂商会不会推送一个新固件，进一步限制性能，影响屏幕的亮度、游戏性能，甚至日常的流畅度这些因素呢就不得而知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